外公外婆恩爱50年，把我妈宠成金陵城最令人艳羡的明珠，金丝银线绣了半生的童话，却在50岁生辰前彻底破碎。2个衣衫褴褛的男女找上门，哭喊着说我母亲鸠占鹊巢。满堂宾客哗然中，我慢条斯理擦净嘴角的茶渍。既然有人想砸场子，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假千金养出来的真阎王。我赶回幕府时，那对母女已经在大厅里闹了快1个时辰。隔着月洞门，我就听见一个尖利的女声在哭嚎：老天爷啊，我苦命的女儿啊，这本该是你的富贵人生，如今却被别人占了50年啊！我眉头一蹙，加快了脚步，踏入正厅，一股混杂着廉价香粉和汗液的味道扑面而来。只见一个穿着靛青色粗布裙的中年妇人正瘫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干嚎，眼泪却一滴也无。她身旁站着一个16、17岁的少女，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桃粉色衣裙，正怯生生地抬头，用一双贪婪的眼睛飞快地扫视着厅中名贵的紫檀木家具和墙上挂着的大家字画。我的母亲木婉，那个被锦衣玉食娇养了50年的优雅女人，此刻正脸色苍白地坐在主位上，双手紧紧攥着扶手，气得浑身发抖。大舅和二舅站在她身旁，一个脸色铁青，一个急得来回踱步，却都对着这等撒泼打滚的阵仗束手无策。怎么回事？我冷声开口，声音不大，却足以让那妇人的哭嚎停了一瞬。所有人的目光都会挤到我身上。静一，你回来了。母亲像是找到了主心骨，声音里带上了委屈的颤音。那少女，也就是钱丽丽，看到我的一瞬间，眼中闪过明显的嫉妒。我今日刚从南边谈完生意回来，身上还穿着一身裁剪合体的月白真丝被子长裙，发髻上一只简单的羊脂玉簪温润通透，与她那一身廉价的粉色形成了鲜明对比。地上的妇人钱翠芳立刻又找到了表演的对象，手脚并用地爬到我面前，抱住我的腿，开始新一轮的哭诉。这位想必就是大小姐了，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你眼前这位才是穆家真正的千金小姐，你母亲她是个鸠占鹊巢的假货啊！我垂眸看着她那张涂着劣质胭脂的脸，心中毫无波澜，甚至有些想笑。证据呢？我抽出被她抱住的腿，往后退了一步，居高临下的看着她。钱翠芳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如此冷静，她连忙从怀里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小心翼翼地展开，里面包着一张泛黄的纸，这就是证据，滴血认亲的凭证。当年我娘临死前亲口说的，她年轻时跟了老太爷，生下了我，却被主母不容，偷偷送了出去，换了个假女儿进来。这凭证是当年接生的稳婆偷偷留下的，上面有我娘和老太爷的血印子。他举着那张纸，说的信誓旦旦。我身旁的二舅穆承安是个急脾气，当即怒喝道：一派胡言！我父亲一生洁身自好，何曾有过外事？你们这对骗子，再不滚，我就报官了！报官就报官，我们手握铁证，谁怕谁？钱翠芳梗着脖子，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我没有理会他们的争吵，目光落在那张所谓的凭证上，纸张黄的刻意，上面的血迹也并非陈年旧物，倒像是用鸡血之类的东西伪造的。我心中已有了7、8分计较，淡淡的开口：你说我母亲是假的，那这位我瞥了一眼钱丽丽，她才是真的。正是。钱翠芳立刻把女儿拉到身前，挺起胸膛，丽丽的眉眼多像老太爷年轻的时候啊！我仔细打量了一下钱丽丽，她鼻子、小眼睛，一脸的小家子气，哪里有半分穆家人的风骨？她被我看得浑身不自在，却还是努力挤出一个自以为端庄的笑容。我轻笑一声，声音里的嘲讽不加掩饰：是吗？我倒觉得她这副上不得台面的样子，连给我母亲提鞋都不配。你……钱丽丽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钱翠芳也急了：你血口喷人，我们有证据，你们穆家要是敢不认账，我们就去外面嚷嚷，让全锦都的人都来评评理，看看你们是怎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好啊，我点了点头，转向管家福伯，去把府里所有人都叫到前院来，再去街上请些街坊四邻，就说穆家今日有天大的热闹要请大家看。我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钱翠芳母女俩面面相觑，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干。母亲和大舅二舅也急了：静一，不可！大舅穆承业连忙拉住我：家丑不可外扬啊！大舅，我回头，目光平静而坚定。有人想让穆家变丑，我们躲是躲不掉的。既然他们想闹，那我们就把台子搭大一点，让他们闹个够。我倒要看看这出戏他们打算怎么唱下去。我的镇定感染了家人，母亲看着我，眼神里渐渐恢复了镇静。正当府里下人要去请人时，一个苍老却威严的声音从内堂传来：不必了，我穆家的事还轮不到外人来看笑话。众人回头，只见我外祖父穆振山拄着一根沉香木拐杖，由外婆搀扶着缓缓走了出来。他今年已经70有5，但腰背依旧挺直，一双眼睛虽有了浑浊，却依然锐利如鹰。他一出现，整个大厅的气氛瞬间凝固。钱翠芳母女俩看到他，眼中迸发出狂喜的光芒，仿佛看到了行走的金山银山。老太爷！钱翠芳连滚带爬的过去，就要抱他的腿。外祖父拐杖往地上一顿，发出一声闷响，吓得他僵在原地。你就是那个说给我生了女儿的人？外祖父的目光落在钱翠芳身上，不带一丝温度。钱翠芳被外祖父的气场震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还是他女儿钱丽丽机灵，连忙上前一步，屈膝行了个不伦不类的礼：民女钱丽丽拜见父亲。这一声父亲叫得又娇又怯，配上他那副故作可怜的模样，足以让任何一个心软的男人动容。可惜他面对的是穆振山，我外祖父这辈子在商场上杀伐决断，在家里却是出了名的妻管严。
他对外婆的爱是整个锦都人尽皆知的佳话。果然，外祖父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目光径直越过他们，落在了身旁发妻的脸上。他的表情瞬间从冰冷的威严变得急切而委屈，像个做错了事急于辩解的孩子。玉荣，你可得信我。他抓着外婆的手，声音都有些抖了。我穆振山对天发誓，这辈子从年轻到现在，就只有你一个女人。别说在外面养外使，就是跟别的女人多说一句话，我都觉得对不起你。这2个人，我根本不认识。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傻了眼。剧本不是这么演的啊！按照钱翠芳母女的设想，此刻的穆振山要么是震惊，要么是心虚，要么是半信半疑，怎么会是第一时间对着老妻表忠心？就连我也忍不住弯了弯嘴角。我这外祖父真是可爱的紧。外婆被他这副样子逗笑了，拍了拍他的手背，柔声道：“我自然是信你的。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清楚吗？”得到妻子的信任，外祖父这才松了口气，重新板起脸，拐杖重重地指向钱翠芳，说：“是谁指使你们来我穆家行骗的？从实招来，我或许还能饶你们一条生路。”钱翠芳彻底懵了，她手里的铁证仿佛成了一张废纸，她怎么也想不通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不可能！她尖叫起来：“老太爷，你怎么能不认账？我娘说了，就是你。这凭证是真的。”凭证！外祖父冷笑一声：“福伯，拿过来我看看。”管家上前，用2根手指嫌恶地捏起那张泛黄的纸，呈给外祖父。外祖父只瞥了一眼，便将纸扔在地上，不屑道：“拙劣的伪造，几10年前的血迹会是这般鲜红？当我是老糊涂了吗？来人，把这2个骗子给我绑了，送去官府。”家丁们立刻上前，钱翠芳母女吓得魂飞魄散，钱丽丽更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喊道：“父亲，您不能这样对我们啊！我们真的是您的骨肉啊！”住口！外祖父怒不可遏，再敢胡言乱语，我先让人长你的嘴！眼看一场闹剧就要以骗子被扭送官府收场，我却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这对母女虽然蠢，但她们那种有恃无恐的底气，不像是装出来的，她们背后一定还有别的东西。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外婆突然轻轻叹了口气：“振山，等等！”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力量，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外祖父回头不解地看着她，玉荣。外婆的眼神复杂极了，有悲伤，有愧疚，还有一丝决绝。她看了一眼脸色惨白的母亲，又看了一眼外祖父，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他们或许没有完全说谎，一句话石破天惊。”整个大厅静得落针可闻。我猛地看向外婆，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外祖父更是如遭雷击，他瞪大了眼睛，嘴唇哆嗦着，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妻子。玉荣，你说什么？钱翠芳母女俩则是在短暂的惊愕之后爆发出巨大的狂喜，他们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就说嘛，我就说老太也不会不认账的。钱翠芳得意地笑了起来，外婆却没有理会他们，她的目光始终锁定在外祖父身上，眼中噙着泪水，声音艰涩：“振山，我对不住你，这件事我瞒了你，也瞒了所有人。”整整50年，她深吸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出了一句让穆家天翻地覆的话：“婉儿穆婉她的确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外婆的话像一道惊雷，在我脑中轰然炸响，我呆立当场，无法思考。母亲不是外祖父的亲生女儿，这怎么可能？我看向母亲，她的身体晃了晃，若不是大舅及时扶住，恐怕已经瘫倒在地。她的脸上血色尽退，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是用一种破碎的被全世界抛弃的眼神望着外婆。外祖父更是踉跄着后退了2步，拐杖都差点握不住。他看着外婆，眼神里满是痛苦和困惑。玉荣，你在胡说什么？婉儿怎么会不是我的女儿？她明明就是我们的孩子啊！哈哈哈哈！尖锐的笑声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寂静。钱翠芳从地上爬起来，叉着腰，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听见了吗？老夫人都亲口承认了，穆婉就是个野种，我们丽丽才是穆家名正言顺的千金小姐。钱丽丽也挺直了腰板，用胜利者的姿态看着我们，眼神里的贪婪和得意几乎要溢出来。她走到我母亲面前，刻意提高了声音：“喂，占了别人位置50年的冒牌货，你现在是不是该把一切都还给我了？”你闭嘴！我回过神来，厉声喝道。我快步走到母亲身边，将她护在身后，冰冷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射向钱丽丽。这里是穆府，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撒野。钱丽丽被我的气势吓得缩了缩脖子，但很快又仗着有外婆的话做底气，反驳道：“你凶什么凶？你外婆都承认了，你跟你这个假货娘都该滚出穆家，滚出去！”钱翠芳也跟着叫嚣：“把你们这50年吃穿用度全都折算成银子还给我们！”够了！外祖父一声怒吼，震得房梁上的灰尘都簌簌落下。他双目赤红，死死地瞪着钱翠芳母女，那眼神像是要将他们生吞活剥。谁再敢说婉儿半句不是，我让他这辈子都开不了口。钱家母女被他的煞气所慑，讪讪地闭上了嘴。外祖父这才转向外婆，声音因为极度的痛苦而沙哑：“玉荣，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话说清楚。外婆闭上眼睛，两行清泪滑落。镇山，当年我们刚成婚不久，你被派去南方开拓生意，一去就是大半年。那段时间，我年少无知，被一个来锦都游学的书生花言巧语所骗，犯下了大错。他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敲在每个人的心上。等我发现时，已经晚了。我不敢告诉你，怕你嫌弃我。后来我怀了身孕，你从南方回来，还以为是你的孩子，欣喜若狂。我没敢说出真相。那书生呢？外祖父的声音冷得像冰。他拿了我给的银子，就再也没出现过。外婆痛苦地摇头。后来我生下娃，心里一直备受煎熬。镇山，我对不起你，我骗了你50年。原来如此，原来这就是埋藏在穆家最深处的秘密。我看着相拥而泣的外祖父外祖母，看着摇摇欲坠的母亲，再看看那对得意忘形的母女，只觉得一阵荒谬。我的母亲被整个家族捧在手心宠爱了50年的明珠，竟然是这样一个不清不楚的出身。不，我不信，事情绝不可能这么简单。外婆或许没有说谎，但钱翠芳母女的出现绝对不是巧合。外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口问道：就算我母亲，就算她的身世有异，那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您怎么就断定他们说的是真的？外婆擦了擦眼泪，看向钱翠芳，眼神复杂。因为他拿出的信物，那块刻着方字的玉佩，是当年我送给那个书生的。他说他娘叫刘桂芳，名字也对得上。我心头一沉，钱翠芳立刻得意地从怀里掏出一块成色很差的青玉佩，上面歪歪扭扭地刻着一个方字，看见了吧？这可是证据。外祖父看了一眼那玉佩，又看了一眼外婆，眼神里的悲痛渐渐被一种深沉的爱意所取代。他扶着外婆的肩膀，柔声道：玉容，都过去了，不管婉儿是谁的孩子，她都是在我穆镇山西下长大的女儿，是我穆家的掌上明珠，这一点永远不会变。说着，他转过身，凌厉的目光扫过钱家母女。至于你们，就算你们说的是真的，那又如何？一个抛弃妻女的薄情书生，他的后人也想进我穆家的门，简直是痴心妄想。他顿了顿，声音掷地有声：我穆镇山今天把话放在这里，我穆家的千金从始至终都只有穆婉一个，谁也别想取代。外祖父的话像一剂强心针，让濒临崩溃的母亲眼中重新燃起了一丝光亮。然而钱翠芳却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老太爷，您这话就不讲理了吧？您疼了50年的女儿不是亲生的，现在亲生的找上门来，您却不认了。我的话让所有人都惊呆了。静一母亲和大舅同时惊呼，钱翠芳母女更是喜出望外。他们本以为最多能讹一笔钱，没想到我竟然许诺了穆家1半的家产。此话当真？钱翠芳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我穆静一说话一言九鼎。我看着她，缓缓地勾起嘴角，露出一个冰冷的笑容。但是如果验出来，她不是呢？钱翠芳愣住了，我步步紧逼，声音冷冽如霜。如果验出来她是个冒牌货，你们母女俩欺诈上门，败我穆家名声，那么我要你们当着所有宾客的面，从穆家大门口3步一叩首，9步一跪拜，一直磕到城西的乱葬岗，并且从此以后永远滚出锦都，再不许踏入半步。你敢赌吗？我的赌约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千层浪。钱翠芳的脸上狂喜的表情凝固了，她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犹豫和惊慌。这正是我想要的。如果他们真的有100%的把握，此刻应该毫不犹豫地答应。他们的迟疑恰恰说明了他们心虚。怎么不敢了？我冷笑着继续施压。刚才那股要把天都捅个窟窿的劲儿呢，传出去，您就不怕被人戳脊梁骨吗？我穆镇山行事，何须向外人解释？好一个不解释！钱翠芳冷笑连连。既然你们穆家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我们现在就去衙门，请官老爷来评评这个理，到时候滴血认亲，验明正身。我看你们穆家的脸往哪儿搁？滴血认亲这4个字像一把利剑，悬在了穆家的头顶。在如今这个时代，这是最被世人认可的验亲方式。一旦公堂之上验明前历才是穆镇山的血脉，那穆家将彻底沦为全锦都的笑柄，我母亲也将从云端跌落泥潭。大厅里的气氛再一次降到了冰点。我看着外祖父紧锁的眉头，看着母亲绝望的眼神，心中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不能让他们去官府，至少现在不能。我深吸一口气，走上前，拦在了外祖父和钱翠芳之间。不必去官府了，我平静地开口，迎上钱翠芳得意的目光。滴血认亲是吗？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3天后是我母亲的50寿宴，届时锦都名流皆会到场，我们就当着所有宾客的面滴血认亲。我一字一顿地说道：如果他钱丽丽确实是我外祖父的血脉，我穆家认我们穆家所有产业，分他1半，并且8抬大轿将他迎回穆府，奉为嫡出大小姐。钱丽丽在一旁急了，拽着她娘的袖子，压低声音道：娘，怕什么？我们有凭证，那血是真的，肯定能容。答应她，穆家1半的家产啊！听到1半家产4个字，钱翠芳眼中的贪婪再次战胜了恐惧。她一咬牙，梗着脖子道：赌就赌，谁怕谁？3天后，咱们就当着全锦都人的面验个清楚明白。好，我点了点头，转向福伯，送客。这3天，派人好生看顾着他们母女，别让他们跑了，也别让他们见了什么不该见的人。是大小姐。
福伯心领神会，钱翠芳母女俩被家丁请了出去。临走时，钱丽丽还回头给了我一个挑衅的眼神，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成为穆家大小姐的风光。他们一走，大厅里紧绷的气氛瞬间垮了下来。静一，你太冲动了！大舅跺着脚，急道：万一那女孩真是爹的骨肉，那我们穆家……大舅，我打断他，你信外祖父，还是信一个来路不明的村妇？大舅一噎，不说话了。外祖父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苍老的脸上满是欣慰。好孩子，有魄力，像我。这件事就按你说的办。我穆振山活了70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还怕2个跳梁小丑不成？然而母亲却无法像外祖父这么乐观，她失魂落魄地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我不是爹的女儿，我竟然不是爹的女儿。50年的认知一朝被颠覆，这种打击对她来说太过沉重。我走到她身边，蹲下身，握住她冰冷的手。娘，看着我。母亲缓缓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娘，您记住，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无论发生什么，您都是穆家的千金，是外公外婆最疼爱的女儿，是我穆静一的母亲。血缘有时候并不能决定一切。这50年来，外公外婆对您的疼爱，难道是假的吗？我们一家人的感情，难道是假的吗？我的话似乎让他找到了一丝力量，他反手握住我，点了点头，安抚好家人。我回到自己的院子，立刻写了一封信。来人，我唤来我的贴身侍女，把这封信立刻送到顾氏绸缎庄，亲手交给顾新彻顾公子。顾新彻是我的未婚夫，顾家的势力虽不及穆家，但在锦都也是排得上号的。更重要的是，他为人精明，手下养了一批能人，查起事情来比官府的衙役还快。专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办。我要他帮我查清3件事：第一，钱翠芳母女的底细，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最近都和谁有过接触；第二，那所谓的滴血认亲凭证究竟是何人伪造；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50多年前那个让我外婆犯下大错的书生到底是谁？做完这一切，我才觉得心头那块大石稍稍松动了一些。接下来的2天，幕府上下笼罩在一片低气压之中，母亲闭门不出，外公外婆虽然强作镇定，但眉宇间的忧愁却怎么也掩盖不住。而关于穆家真假千金的流言，已经在锦都传得沸沸扬扬，人人都伸长了脖子，等着3天后那场寿宴，等着看我们穆家的天大笑话。我顶着巨大的压力，一边处理家中事务，安抚人心，一边不动声色地筹备着寿宴。我知道这一战我只能赢，不能输。寿宴前一天傍晚，顾新彻终于来了。他一身墨色锦袍，身姿挺拔如松，一进门便将我紧紧拥入怀中。辛苦了。他低沉的嗓音在我耳边响起，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我靠在他怀里，连日来的疲惫和紧绷，在这一刻终于有了一个宣泄的出口。查到了吗？我问。都查清了。顾新彻松开我，从怀中拿出一叠纸，递给我。你猜的没错，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而导演这场戏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接过那叠纸，一目十行地看了下去，纸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钱翠芳，原名钱春花，其夫名为钱大海。而这个钱大海不是别人，正是我穆家云锦染坊里一个不起眼的采买副手。这个结果既在我的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家贼难防，只有内部的人才可能知道外婆年轻时那段模糊的往事，并以此为蓝本，编造出如此逼真的谎言。钱大海，我念着这个名字，眼中寒光一闪。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钱。顾新彻言简意赅。我的人查到，这个钱大海是赌城姓，在城西的地下钱庄欠了上千两的巨款，钱庄的人逼得紧，他走投无路，才想出了这个毒计。他从哪儿听来的关于我外婆的就是？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染坊里有几个老人是当年跟着外公一起打江山的老伙计。有一次酒后，其中一人无意中说起，当年老夫人怀着大小姐我母亲的时候，情绪很不稳定，跟老太爷闹过一场，似乎是误会老太爷在外面有了人。顾新彻继续说道。这话被有心的钱大海听了去，他便顺着这个话头四处打探，添油加醋，自己编造了一个真假千金的故事。至于那所谓的信物玉佩，是他花2两银子在地摊上买的，那滴血认亲的凭证更是他用自己的血和鸡血混合，找了个江湖骗子伪造的。原来如此，一个捕风捉影的流言，一个利欲熏心的家贼，就差点颠覆了我们整个穆家。不止如此，顾新彻的面色沉了下来，他还想趁着穆家大乱，偷取你们云锦染坊最新的染色配方，卖给南方的客商，然后带着钱远走高飞，好一个12鸟之计。我捏紧了手中的纸，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那钱丽丽，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前日是不是去找过你？顾新彻眼中闪过一丝嫌恶，点了点头。他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我的身份，特意跑到我的绸缎庄门口偶遇，想来是觉得只要勾搭上我，就算他娘的骗局败露，他也能有个好归宿。他倒是想得美。我不禁冷笑，我没让他近身。顾新彻握住我的手，语气温柔下来。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他，我顾新彻的妻子只会是你穆静一，他那种货色连给你提鞋都不配。他竟然说了和我一模一样的话，我心中一暖，反手握住他。你做得很好，不过他这一番自作聪明的举动，倒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顾新彻挑眉，他越是急切地想要攀附权贵，就越说明他们对自己那套说辞没有信心。一个真正流落在外的千金，该有的反应是自尊是忐忑，而不是像他那样迫不及待地想要攫取利益。我分析道，明日在寿宴上，这一点
会成为攻击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你已经有计划了？当然。我看着他，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他们想唱戏，我就给他们搭一个最大的台子；他们想当主角，我就让他们在最风光的时候摔得粉身碎骨。顾新彻看着我，眼中满是欣赏和宠溺。好，需要我做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需要明日作为我的未婚夫，坐在我身边，看我如何将这些宵小之辈彻底清理干净。我说着，将那叠记录着钱大海所有罪证的纸小心地收了起来。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抬头看向他，帮我找一个全景都最有名望的大夫，以及一位德高望重的宗族长者。明日我要他们来做个见证，既然要演，就要演全套。我要让钱家那伙人输得心服口服，再无翻身的可能。顾新彻了然地点了点头，放心，交给我。送走顾新彻，我站在窗前，看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沉入夜色。明日就是我母亲的50寿宴，那不会是一场笑话，那将会是一场审判。母亲的50寿宴终究还是在一片诡异的气氛中到来了。锦都的名流显贵几乎都收到了请柬，他们嘴上说着恭贺的话，眼神里却都带着毫不掩饰的看戏神情。人人都想知道传得沸沸扬扬的穆家真假千金之事今日会如何收场。我一身大红色的锦裙，扶着母亲出现在宴会厅时，所有的议论声都停了。母亲今日精心打扮过，穿着一身宝蓝色的福字纹样长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插着成套的赤金点翠铜面，雍容华贵。虽然她的脸色还有些苍白，但在我的鼓励下，她努力挺直了脊梁，拿出了穆家大小姐该有的气度。外祖父和外祖母坐在主位上，神情肃穆，不怒自威。顾新彻则坐在我的身边，他今日的到来无疑是向所有人表明了顾家的立场。那些原本还在窃窃私语的人看到他都收敛了许多。宴会过半，好戏正式开场。我站起身，端起酒杯，朗声道：今日是家母50寿辰，多谢各位宾客赏光。想必各位最近都听到了一些关于我们穆家的流言，所谓赌不如输，今日我穆静一就当着大家的面将此事做个了断。说着，我拍了拍手，福伯领着钱翠芳和钱丽丽从偏门走了进来。她们母女俩显然也经过了一番打扮。钱翠芳换上了一身不合身的绸缎衣裳，头上插着几只俗气的金簪，像个暴发户。钱丽丽则穿了一身嫩黄色的衣裙，脸上搽着厚厚的粉，企图模仿名门闺秀的温婉，奈何眼神里的贪婪和算计怎么也藏不住。他们一出现，满堂宾客顿时来了精神，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肃静，外祖父拐杖一顿，全场立刻安静下来。我走到大厅中央，看着钱翠芳，声音清冷：3日之约已到，你说我母亲是假，你女儿是真，证据何在？钱翠芳立刻来了劲，将那套说辞又当众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最后高高举起那张伪造的滴血认亲凭证，大声道：这就是铁证。我没有反驳，只是点了点头。好，既然你如此笃信滴血认亲，那我们今日就再验一次。说着，我向后示意，2位家丁抬着一张八仙桌上来，桌上放着一个青花瓷大碗，里面盛着半碗清水。同时，顾新彻请来的全锦都最有名的老大夫集市堂的张大夫，以及王氏宗族的族长，一位德高望重的白发老人也走上前来。今日我们请了张大夫和王族长做个见证，以示公允。我扬声道。钱翠芳母女看到这阵仗，非但不怕，反而更加得意。在他们看来，这正是我自掘坟墓。我看向外祖父，外公，请。外祖父面无表情地走上前，张大夫取出一根消过毒的银针，在他指尖轻轻一刺，一滴鲜红的血珠滴入了清水碗中。接着，我看向钱丽丽，该你了。钱丽丽激动得满脸通红，几乎是迫不及待地伸出了手。同样一滴血落入碗中，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盯住了那个青花瓷碗，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碗中2滴血各自独立，泾渭分明，没有丝毫要融合的迹象。不可能！钱丽丽尖叫起来，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钱翠芳也傻眼了，她冲上前，使劲摇晃着桌子，吼道：这不可能，一定是你们动了手脚，谁里有问题，谁有没有问题？张大夫和王族长一看便知。我冷冷地看着他，倒是你那份凭证似乎更有问题。我向顾新彻递了个眼色，顾新彻站起身，将一份供状递给王族长，族长请看，这是城南伪造文书的惯犯李鬼手画的押，他已经全部招了。钱翠芳手里的凭证是他收了10两银子，用鸡血和人血伪造的。王族长看完供状，脸色铁青，将供状往桌上重重一拍，荒唐，简直是荒唐至极。钱翠芳母女俩腿一软，瘫倒在地。不是我钱翠芳语无伦次的辩解，是钱大海，是他让我这么做的，是他给了我凭证，说一定能成。钱大海，我故作惊讶地挑眉，哪个钱大海？就是我当家的，他在你们穆家染房做事。钱翠芳为了脱罪，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丈夫供了出来。哦，原来是穆家的家贼啊！我冷笑一声，对身后的家丁道：去把染房的采买副手钱大海给我请过来。钱大海很快就被带了上来，他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进门看到这阵仗，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再看到瘫软在地的妻女时，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钱大海，我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像千斤巨石压在他的心头。你可知罪？钱大海双腿一软，直接跪倒在地，浑身抖如筛糠。大小姐饶命！小人什么都不知道啊！不知道。我冷笑一声，将顾新彻查到的那叠罪证一张一张的扔在他的面前。你在城西通宝钱庄欠下的1200两赌债，不知道吗？
你窃取我穆家云烟子染料配方，卖给南方布商刘老板，约定事成之后3-7分账，不知道吗？你伪造文书，指使妻女上门诈骗，意图败坏我穆家声誉，侵占我穆家家产，你也不知道吗？我每说一句，钱大海的脸色就白一分，到最后他已经面如死灰，瘫在地上，连求饶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满堂宾客一片哗然，谁也没想到，一场真假千金的闹剧背后，竟然还牵扯着如此恶毒的阴谋。原来是家贼作祟，这家人心也太黑了。穆家待他不薄，他竟然恩将仇报，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宾客们的议论声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抽在钱家3口的脸上。来人！外祖父此刻已经恢复了大家长的威严，他拐杖重重一顿，怒喝道：“将这对刁妇给我拉下去，掌嘴50！至于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给我打断他的腿，连同所有罪证一并送交官府。我倒要看看锦都的王法能不能治得了这种狼心狗肺之徒。”家丁们立刻如狼似虎地冲上来，拖着哀嚎哭喊的钱家3口就往外走。钱丽丽在被拖走时还不死心地朝我尖叫：“穆静一，你别得意，就算我们是假的，你娘她也是个野种，她也不是穆家的血脉，你们都是冒牌货。”他这句最后的疯狂，却让刚刚缓和下来的气氛再次变得凝重，所有宾客的目光都若有若无地飘向了我母亲和外婆。是啊，骗子解决了，可是外婆亲口承认的那个秘密又该如何收场？我母亲的身世终究是穆家一个无法洗刷的污点。母亲的脸色再一次变得苍白，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手心冰冷，全是冷汗。我能感觉到她的恐惧和无助。骗子固然可恨，但真正伤她至深的是自己那不清不楚的出身。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外祖父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他走到那碗还未倒掉的清水前，看着碗里那2滴泾渭分明的血，缓缓地开口：“谁说我的婉儿不是我的女儿？”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众人皆是一愣，外祖父没有理会众人的惊愕，他转向张大夫，沉声道：“张大夫，麻烦你再取1根银针来。”张大夫不解，但还是照做了。外祖父接过银针，毫不犹豫地刺向自己的指尖，然后他走到我母亲面前，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拉过我母亲的手，用同一根银针也刺破了她的指尖。爹母亲颤抖着，不明白外祖父要做什么。外祖父没有说话，只是将自己的那滴血和我母亲的那滴血小心翼翼地滴入了同一个碗中。他要做什么？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和我母亲再做一次滴血认亲。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外婆更是激动地站了起来，嘴唇哆嗦着，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我扶着母亲，心也提到了嗓子眼。碗中清水微微荡漾，那2滴来自外祖父和母亲的血，在短暂的停顿后，像是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牵引，缓缓地靠近，最后在全场上百双眼睛的注视下，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时间在这一刻彻底凝固，大厅里静得可怕，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青花瓷碗，仿佛看到了什么神迹。碗中清水微微泛红，那2滴血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再也分不出彼此，融合了。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梦一般的低语，这句话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了千层浪。天哪，真的融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穆大小姐真的是老太爷的亲生女儿？可老夫人刚才不是说？议论声如同潮水般涌来，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震惊和困惑。最震惊的莫过于我的家人。母亲呆呆地看着那碗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无声地滑落。她捂着嘴，身体因为激动而剧烈的颤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外祖父也愣住了，他看着那碗水，又看看自己的手指，再看看母亲苍老的脸上，先是困惑，随即被巨大的难以言喻的狂喜所淹没。是我的女儿，她喃喃自语，声音里带着哭腔：“婉儿，你真的是我的亲生女儿。”她一把将我母亲拥入怀中，这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了一辈子的老人，此刻哭得像个孩子。爹母亲在她怀里终于放声大哭，将这几日所有的委屈、恐惧和痛苦都宣泄了出来。而外婆则踉跄着走到桌前，她看着那碗血水，整个人都傻了。她嘴唇哆嗦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怎么会这样？是我记错了，不可能，我明明记得。”眼前这戏剧性的一幕让所有的宾客都看得目瞪口呆。我深吸一口气，走到外婆身边，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体，轻声说：“外婆，您别急，或许是当年有什么误会。”我的话点醒了外婆，她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猛地抬头，努力地回忆着。误会，对，误会。她的眼神开始变得迷茫而痛苦。当年你外公去南方的前一晚，我们在一起，可是没过多久，我就遇到了那个书生他。外婆的叙述有些混乱，但结合之前她所说的，我渐渐拼凑出了一个可能的真相。外婆，我引导着她，您仔细想想，您发现自己有身孕是在什么时候？是在遇到那个书生之后，还是之前？外婆闭上眼睛，眉头紧锁，似乎在竭力回想50年前的细节。大厅里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等待着这个最终的谜底。过了许久，外婆猛地睁开眼睛，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恍然大悟。我想起来了，她激动地抓住我的手，声音都在发抖。那个月我的月信，在你外公走之前就没有来。我当时以为是劳累所致，没有在意。后来遇到那个书生，再后来发现身孕，我因为心虚，就下意识地把时间算错了。真相终于大白，原来外婆怀上母亲是在外祖父离开之前，只是因为后来发生的意外，让她心生愧疚和恐惧，从而在记忆中将这2件事的时间线混淆了。她痛苦自责了50年，以为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错，却没想到这一切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我母亲自始至终都是外祖父的亲生女儿。玉荣，外祖父扶着母亲，又惊又喜地看着外婆。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镇山，是真的。外婆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对不起你，我让你。外祖父却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他走过去，将外婆和母亲一起紧紧地拥在怀里。不晚，什么都不晚。他哽咽着，我的婉儿是我的亲骨肉，你也没有对不起我，这是老天爷给我最好的寿礼，最好的寿礼啊！一家人在所有宾客的注视下相拥而泣，那场面没有半分狼狈，反而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失而复得的喜悦。在场的宾客们无不为之动容，那些原本抱着看笑话心态来的人，此刻脸上也只剩下感慨和祝福。我站在一旁，看着相拥的家人们，眼眶也忍不住湿润了。一只温暖的大手轻轻握住了我的手，我回头对上顾新澈含笑的眼眸，恭喜你，他轻声说，守得云开见月明。我对他笑了笑，回握住他的手，心中一片宁静和温暖。这场由家贼掀起的风波，以一种谁也意想不到的方式尘埃落定。它不仅没有摧毁穆家，反而像一场烈火。我死于一碗菌菇汤，此碗是妈去年生日时自己挑的。米白色瓷面上印着几朵劣质的金线牡丹，边缘还缺了个小口，是她上次跟邻居吵架摔东西时刻的。汤里飘着几朵干香菇，是超市打折时抢的临期货，浮在油花上像泡发的枯树叶。妈端着碗站在我面前，围裙上还沾着面粉，是早上给弟弟烙饼时蹭的。她的手没抖，连汤都没洒出半滴，就那样看着我，眼神里没有半分往日的温和，只有淬了毒似的怨毒，像寒冬里冻硬的冰碴子，扎得人骨头疼。喝她声音发紧，却没带半分犹豫，把碗往我面前又递了递，趁热喝。妈特意给你熬的，你不是最喜欢喝菌菇汤吗？我盯着碗里的汤，鼻尖能闻到安眠药的苦腥味，混着香菇的土味，恶心的胃里直翻腾。上一世我就是这样，看着她递来的汤，还傻愣愣的问妈你怎么不喝？结果被她一把捏住下巴，硬生生灌了下去。这一次我没动，她却突然发了疯，猛地把碗扣在我面前的茶几上，瓷碗碎成几瓣，汤溅了我一裤腿，烫得我小腿发麻。你敢不喝？她声嘶力竭的嘶吼，头发都竖了起来，像只被逼到墙角的困兽。都是你，都怪你，是你毁了我的豪门梦，是你害我被李阿姨他们笑话。你为什么不去死？你死了我就能嫁进陈家了。我往后缩了缩，后背抵着冰冷的墙壁，指尖攥得发白，胃里像是有团火在烧，从心口一直烧到喉咙口，又像是有把钝刀子在绞，每动一下都疼得钻心。上一世的剧痛还残留在神经里，提醒我眼前这个女人是亲手杀了我的母亲。我躺在冰冷的地板上，一时间夜深人静，我陪着母亲坐在她的院子里，晚风轻拂，桂花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母亲换下了一身华服，穿着家常的衣裳，神情是从未有过的恬静和放松。静一，她忽然开口，声音温柔，今天谢谢你，娘，我们是一家人。说什么谢？我为她续上一杯热茶。不一样。她摇了摇头，看着我，眼中满是慈爱和骄傲。以前总是你外公和我护着你，我总觉得你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可是这一次，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女儿已经长大了，已经可以撑起这个家，可以反过来保护我了。她顿了顿，自嘲地笑了笑，说来可笑，活了50年，我今天才感觉自己像是真正的活过来了。以前我是穆家的掌上明珠，活在所有人的宠爱里，像活在一场华丽的梦里。今天这场风波虽然惊险，却把我从梦里打醒了，让我知道原来我所拥有的一切并非理所当然。我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我知道这场风波对他来说是一次痛苦的洗礼，也是一次深刻的成长。我现在觉得他握住我的手，掌心温暖而有力。我不再仅仅是穆镇山的女儿，我是穆婉，我是你穆静一的母亲，这就够了。我看着他眼中焕发出的与以往不同的光彩，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血缘的疑云散去，压在他心头50年的枷锁也被解开。从今以后，他将为自己而活。我们母女俩聊了很久，直到月上中天，从母亲的院子出来，我准备回房休息，却在花园的拐角处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顾新澈还未离开，他站在一棵桂花树下，月光透过枝叶的缝隙，在他墨色的锦袍上洒下斑驳的光影。他似乎在等我，看到我便迎了上来。怎么还没回去？我有些意外。等你。他言简意赅，将一件披风披在我的肩上。夜深了，风凉，我拢了拢披风，上面还带着他的体温，心中一暖。我们并肩在花园的小径上慢慢走着。今天多谢你，我由衷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不可能这么快查清真相，不下这个局。他脚步一顿，转过身，认真地看着我。静一，我们之间不必说谢。月光下，他的眼眸深邃如星海，里面清晰地倒映着我的身影。我今天看到你站在大厅中央，舌战群丑，运筹帷幄的样子。他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悦耳。
那一刻，我就在想，能得此佳期，是我顾新彻三生有幸。我的脸颊微微发烫，他忽然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小的锦盒，在我面前单膝跪下，我的心猛地漏跳了一拍。他打开锦盒，里面静静地躺着一只流光溢彩的凤凰金簪，簪美的明珠在月光下熠熠生辉。静一，他仰头看着我，眼神是前所未有的郑重和深情。我们自小便有婚约，但我不想这份关系只是一纸盟约，我想让你知道，我选择你无关家世，无关婚约，只因为你是穆静一。今日风波已定，我想也是时候了。穆静一，你愿意嫁给我吗？晚风吹过，卷起阵阵桂花香。我看着单膝跪在我面前的顾新彻，看着他眼中那片只为我而亮的星海，心中所有的理智和冷静，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奔腾的暖流。我从未想过，在这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我会听到这样一番话：他爱我，并非因为我是穆家的外孙女，穆氏云锦未来的继承人，他爱的只是我穆静一这个人。我用力地点了点头，眼眶有些湿润，声音却带着笑意：我愿意。顾新彻眼中的光芒瞬间被点亮，他欣喜地站起身，小心翼翼地从锦盒中取出那只凤凰金簪，为我插入发髻。冰凉的金属触碰到我的发丝，却像一簇火苗，点燃了我心底最柔软的情感。他为我插好发簪，退后一步，细细打量着，满意地笑了。果然，他就该属于你，从此青丝挽正，学以终身。我们的婚事很快就定了下来。穆家经此一事，非但没有沉寂，反而以一种更加昂扬的姿态重新出现在锦都的社交圈。外祖父似乎是想通了什么，开始逐渐将生意上的事情放手，交给我和2个舅舅打理。他则和外婆过上了真正悠闲的日子，两人时常一起去城郊的别院小住，看花品茶，仿佛要把那错失的50年都弥补回来。母亲也变了许多，她不再只是那个需要人呵护的娇弱闺秀，开始主动地学习掌管府中中馈，甚至对我打理的生意也产生了兴趣，时常会看些账本，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她整个人都散发出一种从容而自信的光彩，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穆氏云锦的生意在我的经营下蒸蒸日上，我和顾新彻的故事绸缎庄也达成了深度合作，两家联手几乎垄断了整个江南的丝绸市场。大婚那天，10里红妆轰动了整个锦都，外祖父将我的手郑重地交到顾新彻手中，拍着他的肩膀，只说了一句话：我穆家最珍贵的宝贝就交给你了，善待他。顾新彻紧紧握着我的手，郑重承诺：请外公放心，新彻此生定不负静一。洞房花烛夜，红烛高照，顾新彻为我揭下盖头，眼中映着跳动的烛火，也映着我含羞带笑的脸。夫人，他执起我的手，在唇边印下一吻，往后余生请多指教。我回握住他的手，笑道：夫君亦然。窗外月华如水，静谧安详。我想起那场惊心动魄的风波，想起钱家3口贪婪而扭曲的嘴脸，想起家人曾经的眼泪和痛苦，恍如隔世。人生如同一匹华美的云锦，看着光鲜亮丽，底下却可能纠缠着无数根看不见的线。有的线是误会，有的线是秘密，有的线是人心叵测的阴谋。而我很庆幸，我能亲手斩断那些恶意的丝线，解开那些善意的纠结，让这匹属于我们家族的云锦在阳光下重新焕发出它最真实最璀璨的光芒。辅锦之下是深藏的爱与坚不可摧的家。你明明是他的妻子，却被他当作筹码换了一座城，甚至被他新娶的叶江江取代，只因你在他心中远不及一座城重要。高台之上，生死2选1，我满怀希冀地望向他，他却只留给我一个决绝的背影。他说用一个女人换一座城池很值。后来他单枪匹马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回家。我后退一步，与他划清界限，摇着头轻笑：你的城池太重了，我实在不敢跟你回去。再度睁眼，我作为人质被绑在高台之上，正愣片刻，求生本能让我开始挣扎。粗糙的绳索紧紧捆住我的手脚，奇怪的是并不觉得疼痛。这时我才注意到，所有缚住我的绳索下都细心地垫着柔软布帛。要他还是要城？身后的声音低沉，语气却带着几分慵懒笑意。四周寂静风将他的话语传得很远。谢长君执剑立于城下，似乎没料到夺回城池竟如此轻易。说起来，我也是他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妻子，虽自知无法与他的江山比重，但至少谢长君也该为他的发妻周旋片刻。可下一瞬，只见他收剑入鞘，毫不犹豫地转身。城下虽只他一人，但我们都知道城楼上无数双眼睛正虎视眈眈。他背对着我们，随意地挥了挥手，语气轻快的像在谈论天气。一个女人换一座城，很值。我心头一紧，他怎能就这样弃我不顾？谢长君，他脚步微顿，却终究没有停留。枷锁被打开，我扑到城墙边，失态的呼喊，回应我的只有众人的嗤笑和他渐远的脚步声。一名侍卫悄悄靠近，压低声音：夫人别急，将军说3个月内必来。话未说完，一支利剑破空而来，穿透他的胸膛，温热的血溅上我的脸颊。我转身，看见执剑之人一身绣金黑龙袍，金线滚边，尊贵威仪。他将弓弩随意丢给身旁侍卫，一步步向我走来。气场迫人，我被迫后退，直至脊背抵上冰冷城墙，退无可退。他居高临下的看我，眼中翻涌着复杂难辨的情绪。半晌，他歪头冲我恶劣一笑：有什么悄悄话是朕不能听的？我咬紧嘴唇，沉默地瞪着他。他低笑一声，伸手轻柔擦去我脸上的血痕，随即拥我入怀，将脸埋在我颈间，温热的呼吸拂过耳畔。他的声音低沉而偏执：好久不见，你终于是我的了。
君临没有杀我，反而将我安置在后宫，赐号云妃。后宫嫔妃众多，位分多与我相仿，其中一位安嫔原也是夏国人，后随父归附燕国，或许同为异乡人，他待我格外亲近，常带些新奇玩意与我解闷。他告诉我，谢将军又娶新妇，近日城中热闹得很。谢将军便是夏国第一大将，那日弃我于不顾的谢长君。我垂眸掩去情绪，可知他娶的是谁？听说是叶相之女叶江江。叶江江这名字我倒不陌生，叶相与谢长君同朝为官，往来密切，连带着他也与谢长君绯闻不断。谢长君从不澄清，任流言滋长，甚至说书人都将他俩写成佳话。直到他十里红妆，花轿抬到我家门前，第二日我家门匾被人砸得粉碎，我知道是叶江江所为。他同我一样痴恋谢长君，只是1年后，我成了谢长君弃如敝履的旧人，而他终得偿所愿。入住后宫后，我再未见过君临，前朝流言纷纷，那邻国将军之妻为妃，与礼不合，文武百官罕见的一致反对。可他力排众议，执意娶我，甚至昭告天下，婚礼极尽奢华，十里红妆，宴席绵长，有人高声吟诵：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一时风头无两，竟压过了谢长君与叶江江的婚事。有人说，君临娶我是为羞辱谢长君当日之仇。谢长君得知后，一箭射入燕国朝堂，箭上附信只有短短一句：陛下总爱讲旁人不要的绯闻，公然羞辱。朝堂之上，君临当着群臣的面朗读此信，满殿死寂，无人敢言。众臣皆以为这位阴晴不定的君王会勃然大怒，甚至出兵征讨，但君临只是轻笑一声，淡然焚信。唯有紧绷的唇角泄露了他眼底的阴郁。这封信，谢长君既羞辱君临时他破履，也践踏了我的尊严。他用最狠的方式打了燕国每个人一记耳光，而最疼的是我。想起往日，他也常这般通过羞辱我来彰显自己。我并非官家小姐，出身低微，甚至来自最不堪的青楼。他为我赎身那日，我还穿着接客的薄纱裙，同僚路过，出言调侃，他蹙眉，急急与我划清界限。我不认识他，不过是发善心。同僚摇扇，轻佻目光在我身上流转。不认识还赎身，怪不得近日寻不见你，原是在这私会佳人。我低头不敢看他，却仍想替他解围，结巴道：我确实……话未说完，谢长君像是找到宣泄口，眼神冰冷如刀。闭嘴，轮得到你说话。他甩袖离去，同僚搭着他的肩说笑走远。我不敢追，望着他背影无措，正在原地。于他而言，我似乎总是给他丢人，是他最不堪的附属，就连娶我也要替我伪造身份。如今他终于丢弃了最耻于启齿的累赘，该是畅快无比吧。我在君临的后宫住了半月，他以最隆重的仪式迎我，自居锦绣宫，而后便不见踪影。大婚那日匆匆一面，我连他容貌都未看清，只觉莫名熟悉。后宫从不平静，近日又添新人，封了夏淑仪。妃嫔们初时对我客气，日久便显露排挤，不过都是些小打小闹。但新来的夏淑仪格外嚣张，她不敢招惹家世显赫的妃嫔，便来刁难我。今日借口她宫中缺花香，一众宫女侍卫不用，偏使唤我去搬花，搬便搬吧。我本就不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花盆沉重，搬运时未留意，手上划了道口子，伤口很浅，血珠一擦便尽。本以为只是个寻常午后，君临却突然百家锦绣宫，玄色龙袍以礼谒地，一如城楼那日，威仪迫人。挥手平退左右，我垂手按嬷嬷所教行礼，抬头，嗓音低沉阴雅，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我迟疑抬手撞入他深邃眼眸，君临凤眸微眯，瞳仁如幽深寒潭，鼻梁高挺，薄唇淡抿，周身散发着危险气息。我暗自吞咽，压下心中惶然。他的目光毫不避讳地落在我身上，令我如坐针毡。他命我抬头，我不敢垂下视线，只好将目光落在他龙袍的绣纹上，墨发披散肩头，衬得他越发清瘦颀长。转一圈，我不明所以，但仍一言照做。沉默的审视持续着，仿佛他的视线能穿透衣料，寻索过我每一寸肌肤。半晌，他满意颔首，正瞧着胖了些，脸都圆润了。我松了口气，落座悄悄是去掌心试汗。不知君临为何邀我共进晚膳，但御膳显然比我平日精致许多，杯盘罗列，摆满整遍。作为妃嫔，我为他不菜，君临却突然神色一凛，抓住我的手，沉声问：谁干的？他抬眼看向暗处，一道黑云悄然离去。片刻之后，后宫妃嫔挤满了我的锦绣宫，跪了一地。夏淑妃抖如筛糠，不敢抬头。安逸太久，我们都忘了这位陛下亦是从尸山血海中踏出的修罗。坊间传闻其手段狠厉，令人胆寒。他又厉声问道：谁做的？我稳了稳心神，回皇上，是臣妾自己不慎划伤。不知是否错觉，君临的目光似乎在夏淑妃身上停留了一瞬。夜间沐浴毕，推门却见一角熟悉的玄黑衣袍。君临褪去龙袍，只着墨色长服，端坐屏风后批阅奏折。未通传，他是特地来找我的。他见我出来，放下奏折走近，我站定行礼，相比初次已娴熟许多。起身时却被君临扶住，他将一枚玉坠戴在我颈间。往后不必向朕行礼。我一怔，下意识抬眼看他，他因我知榻边坐下，抿唇提起午间之事。不必惧怕任何人，有朕为你撑腰。我默然不语，他望着我，
神色竟有些慌张，急急解释。那他们是为稳固前朝，朕从未碰过任何人，甚至未曾同他而坐，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朕保证。我蹙眉，语气疏离。陛下言重了，陛下如何？无需向臣妾保证。君临却忽然变了个人似的，眼神委屈地望着我。云锦姐姐，至今仍未认出我吗？我一怔，往事如潮水般涌来，那段不甚美好的回忆裹着寒意刺入心扉，却有人将冰雪细细拆解，铸成晶莹剔透的水晶屋，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对我做口型。新年礼物会换我云锦姐姐的，唯有年少时就下了那个小哑巴。生于乱世，父母养我至6岁便被抓去充军，临别时泪眼婆娑。我们都知此去恐难再见，他们变卖家产换了些盘缠，让我去城中投奔父亲故友。可惜未寻到人，盘缠已遭疯抢一空，我只能死死护住刚买的馒头，纵使拼命挣扎，2个白面馒头也只护住1个。我寻了处僻静角落坐下，抬头时对上一张脏兮兮的小脸和一双清澈黑眸，他衣衫褴褛，比我还矮半头。瞧他可怜，我分了他半个馒头。母亲出身书香门第，教导我食不言寝不语。我小口吃着，刚咬3口，便察觉身旁灼热视线，抬头正对上他的目光，见我看他，他羞赧垂首，耳尖泛红。我轻笑，将剩下馒头递去，看你可怜，都给你吧。他犹豫片刻，接过狼吞虎咽，像是饿极了。此后他便认定跟着我有饭吃。我说自己也没粮了，他不理会，固执地跟着我，问他什么从不回答，只安静尾随。我以为他不会说话，便唤他小哑巴。岁月荏苒，我竟忘了。可惜女子从不会爱上随手所救之人，只会铭记救他于水火的英雄。于我而言，谢长君才是那个英雄。我盯着他看了半晌，才将眼前俊美英质的帝王与当年那个眼神清澈的小哑巴重叠。少年褪去青涩，添了阴郁与凌厉。想起来了，我低声应了。与小哑巴相伴时日虽不长，却是过命的交情，心中恐惧渐消，生出几分亲近。君临斜倚榻上，姿态慵懒。3日后是燕国花灯节，我带你去看看。我一怔，没料到他记得。有桩事快了结了，应该赶得及，到时我来接你。我垂眸看他，他闭目养神，双手枕于脑后，语气轻松，面上却难掩疲惫。陛下要歇在这儿了。君临睁眼，直勾勾盯着我，墨色瞳孔映出我的身影，语气渐染危险，眸色深沉。不行吗？我凝眉，一脸正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陛下，自然想歇何处都可以。君临坐起身，眉宇间浮起造诣。再让朕听见陛下二字，小心你的脑袋。我一愣，还未开口，又听他变脸般委屈道：云锦姐姐，定要与我如此生分。他生得极好，此刻眼尾泛红，眸光潋滟地望着我，刻意敛去戾气，竟让人心生怜爱。罢了，朕先走了。床榻空了下来，躺在君临方才坐过的地方，我竟久违地梦见了从前。那时我们寻了处破庙容身，终日挖野菜煮汤果腹。庙里有半尊神像，下半身立于高台，上半身却被人自耳系斜披至腰腹，滚落在地，被荒草贯穿。破庙漏雨，神像中空，积着浑浊雨水。我望着神像，仿佛能看见当年那人是如何憎恨这泥塑，以致狠劈而下，不留余地，不顾后果，只为发泄愤懑。他挥刀时是否在嘶吼：你不是神吗？为何不庇佑我们？为何端坐于此？可惜无人告诉我答案，神像也不会。我看着陷于泥淖的神像头，透过污浊双眼，他只是悲悯地回望我。我蹲下身，拭去神像脸上污泥，干净些好，至少让人看了还能生出些许微薄的希望。我花了2日修葺破庙，让他暂可遮风避雨。小哑巴很黏我，打雷下雨都要同我挤一张草席。他个子小小却很能打，曾有乞丐欲夺破庙，喊来帮兄弟，本以为势在必得，最后却被小哑巴不要命的打法逼退。小哑巴浑身是血，却似不知痛般，一次次倒下又爬起。我没有拦他，除了破庙，我们一无所有。最终那帮人鼻青脸肿的离去，而小哑巴在他们踏出庙门的刹那，脱力倒在我怀中。当夜他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我跪在医馆前，磕头磕得满面血污，状如可怖女鬼。直至第3日，医馆门隙微开，施舍般将要扔到我早已麻木的膝前。整整3日3夜，我不眠不休地跪求，到第3日已无法站立，只能爬着取药。离去时又对着医馆重重磕了3个响头，双腿跪到失去知觉，每挪一步都似被生生掰断，要缓许久才能继续。心系小哑巴，暗自焦急，不能走便爬回去。我就这么爬爬停停，终于回到破庙。我们在破庙住了很久，直至新年前夕，天下大赦，天地焕然一新，灵击鼓舞成天射，高响百尺垂珠帆。我们如泥鳅般小心翼翼钻出，沐浴来之不易的自由。夜晚星火如龙，灯波映海，我与小哑巴携手漫步长街。那时花明月暗，灯微风软，河中飘着花灯，原是国家祈求海晏河清、五谷丰登的仪式，后来建成百姓许愿的习俗。忽然有人轻拍我肩，转身见小哑巴变戏法似的从背后捧出一盏花灯，式样比河中的简陋些。他双眼亮晶晶地望着我，给我的。小哑巴用力点头，那我们一起许愿吧。富贵人家用宣纸写愿贴在灯上，据说这样河神便会将愿望传递给天神。可惜我与小哑巴无纸无笔，只有一盏破旧花灯。我们闭目合掌，对着花灯虔诚许愿。明灯3000，萤火熹苏中，我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愿君千万岁，无岁不逢春。将花灯放入河中，那盏可怜的小灯晃晃悠悠飘远，直至消失不见。无纸无笔无署名，不知何神能否听见？比神仙更早降临的是小哑巴的离去，只是一个寻常清晨，睁眼不见他身影。早有预料般，我平静
接受了事实。他留了张字条，笔迹娟秀飘逸，却力复纸背。云锦姐姐，我叫君临，日后必当相报。近日宫里说，君临将除我外的妃嫔都罚了一遍，克扣俸禄，禁足宫中。夏淑仪最惨，不知犯了何事，被罚跪殿前，正对着我的锦绣宫。我轻笑了笑，谓之一词。光阴荏苒，转眼花灯节至。有时锦绣宫外停了一架精致小巧的马车，君临换了一身常服来接我，扮作翩翩贵公子。他站在车前向我伸手，歪头浅笑。夫人，请。我将手递去，他紧紧握住，扶我上车。松手时，指尖若有似无地擦过我的指腹。马车缓缓前行，珠帘轻荡，君临修长的手指握着缰绳，骨节分明。燕国近年风调雨顺，花灯节比儿时所见更盛大热闹。君临牵着我的手，穿梭于人潮中，带我看宫墙外的烟火人间。他在一处猜灯谜的摊前驻足，摊前最显眼处摆着盏通体剔透的白兔灯，英式头彩，尚未有人迎娶。高声吆喝，瞧一瞧，看一看，银花灯赠佳人喽！兴致盎然地看我，云锦姐姐不试试？我赧然垂首。身陷青楼那些年，为求生计学的是取悦人的手段，诗书早已生疏，字也识不全了。猜灯谜实在勉强，我踌躇着不知如何作答。君临忽然伸手揉了揉我的发顶，无妨，我赢了，送你。他走入人群，取过白兔灯递给摊主，微笑，公子好眼光，这白兔灯是耗费心血最多的，灯谜也最难，至今无人猜出，想来是在等有缘人。公子请看灯面，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打一物。围观者议论纷纷，皆不得解。君临凝思片刻，朗声道：“是画。”四周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喝彩。画，远看山有色，妙啊，正是画。公子答对了。摊主依依不舍地将白兔灯递给君临，现在是您的了。君临提灯穿过人群走向我，眸光灿然如星。云锦姐姐，给你。恍惚间，仿佛又见当年那个捧着花灯、眼睛亮晶晶望着我的少年。我接过灯，目光却越过他望向身后。君临转身循着我的视线看去，那是一对寻常夫妻，男子揽着女子，姿态亲密，衣着虽普通，料子却极昂贵。那男子忽然转身与我们四目相对，正是易容后的谢长君与叶江江。别来无恙啊，赏儿。谢长君曾替我脱去剑籍，他说从此世上再无云锦，只有云长。无人知我曾是低贱的云锦，知情人碍于他的威势也不敢多言。后来他风风光光娶了云长，而云锦则被他尘封在记忆最不堪的角落。谢长君的视线落在君临与我交握的手上，语带讥讽：别来无恙啊，陛下，赏儿的滋味可还受用？想来是不错的，毕竟曾是花楼头牌，赎他可是费了我不少银子，这钱陛下是否该补偿给我？叶江江依在谢长君怀中，闻言掩口轻笑，他望着我，眼中满是挑衅与得意，不堪的过往被骤然撕开。谢长君的每字每句都如淬毒的刀，扎得我心口生疼。我难堪的想挣脱君临的手，却被他握得更紧，指节泛白，青筋暴起。君临声线听不出喜怒，周身却似凝了寒霜。呵，若非云锦，岂有你今日成就？谢大将军，莫非忘了？你若嫌弃云锦出身，那么倚仗他上位的你，岂非更不堪？谢长君早年不过无名小卒，战乱时我买胭脂偶遇他，因偷包子被摊主殴打，我替他付了钱解围。那时他许诺，终有一日会成为大将军，风风光光娶我。用那些不堪挣来的钱，一点点将他推上高位。谢大将军心气高，若真这般自清，早该寻处自我了断。那就请陛下管好自己的人，莫让他背着您偷偷去会旧情人。那日不欢而散，当晚君临留宿锦绣宫，不大的床榻挤了两人，君临倚在床头，将我圈在怀中，眼前是他修长的手指和令人昏昏欲睡的奏章，清冽的龙涎香侵入肌肤，让我莫名安心，渐生困意。头一歪，倒在他臂弯里睡着了，朦胧间觉出有什么滚烫硬物硌着，翻身时无意伸手一抓，的声音压抑，沙哑别动。我悠悠转醒，撞上他隐忍克制的目光，他眼尾泛红，眸中染满情欲。意识到方才所作所为，我霎时满脸通红，僵着身子不知所措。君临也不言语，气氛陡然暧昧，他白皙的皮肤漫上一层薄红。半晌，他低头欲吻我的唇，我偏头躲开，那个吻落在脸颊，温热的呼吸拂过耳畔。君临沉默着，仿佛报复般用身下硬物故意抵着我，就这么压着我睡了一夜。君临似乎变得很忙，但自那夜后，他每晚都来我宫中，不多言语，压着我就睡，毫不掩饰他的渴望与欲求。纵然憋得满面通红，青筋凸起，他也只将脸埋在我胸前轻轻舔舐，从未强迫我更进一步。他故意顶着我，抱紧我，任滚烫的呼吸喷洒耳际。他用脑袋轻蹭我，撒娇般呢喃：“想要。”不行。他轻哼一声，扭头不再看我，泄了力，全然压在我身上。我被压得喘不过气，伸手推他起来。他充耳不闻，反而避开嘴唇，将我脸上每寸肌肤都亲了个遍。恶劣又可爱，小哑巴真的变了许多。我在院中赏月，月华斜倚桃枝，洒落一地清辉。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从不敢想，有朝一日我会来到燕国，
成为小哑巴的妃嫔。望着望着，桃树下虚影渐时，谢长君踏着落花缓缓走来，他站定在我面前，语气掩不住得意。呵，君临还真是百密一疏，皇宫守卫森严，还不是让我轻易进来了。谢长君眼中温柔的能漾出水来。赏儿，我很想你，我来接你回家，跟我走吧，门外有马车接应，我会将你密养在私宅，无人会知晓。他俯身想拥我入怀，我后退一步，避开他的触碰。他微微一怔，在他印象里，我从来低眉顺眼，从未违逆过他。我摇头轻笑，你的诚实太重了，我实在不敢跟你回去。谢长君眸色一沉，隐有怒意。忘了是谁替你脱去剑气，忘了是谁将你从青楼救出。我没忘，我反驳着，眼中泛起水光。所以呢，你已经让云锦消失了，这次还想让云上也消失吗？我就这般见不得光，要一辈子藏在阴影里。你有你的妻，我也有我的夫君，从此以后两不相干。模糊视线中，我看见桃树下那道熟悉的玄黑身影，君临静静立在那里，不知看了多久。他是故意放谢长君进来的，他从不在意我的过去，只等着我做出选择，跟谢长君走，或留在他身边。望着君临，我突然觉得当年的云锦和小哑巴总该有一个得偿所愿。谢长君离去后，君临从桃树下走出。为什么不走？我含笑望他，为什么要走？再说了，你怎知我不走？我自然要走。君临以为我真要离开，沉着脸坐到我身旁。你就这般想离开我？看他满脸掩不住的委屈，我故意逗他。明日他来接我。不必了，既然这么想走，明日我亲自驾车送你到他府上。我没忍住，扑哧笑出声。君临抬眼看我，眸中尽是受伤。你还笑？他喃喃自语。你就这般厌我？那明日我找专人送你，我暗中护卫，不让你看见，这样总行了吧？他幽怨地看着我，张唇还想说什么，我却仰头主动吻上他的唇。床子之间，当我情动之下唤出谢长君的名字时，我与君临皆是一怔。我想解释，却被他咬住唇瓣，封缄所有言语。他的吻霸道又急切，像是要将我拆翅入腹。君临一手扣住我的后脑，另一手紧紧箍住我的腰肢，让我贴紧他，感受他的灼热与坚硬。今夜的君临蛮横的不讲道理。破戒之后，君临越发粘人，恨不能将我拴在腰带上陪他上朝。在宫中闷久了，我带着侍女出宫散心，偶遇从前的陪嫁丫鬟香香。香香拉住我哭诉：夫人何时回来？您走后，将军就把我调到叶主子那。他撸起袖子，露出伤痕累累的手臂。主子苛待我们，稍有不顺便非打即骂，府中兄弟都想念您。暗卫现身，急令下属。素饼主上有人挖墙脚。我看着匆匆赶来的君临，哭笑不得。香香不识他，问是谁，我淡定答：是我的新欢。君临霸道地揽住我的腰，听见我的回答不满地嘟囔：姐姐。我安抚地拍拍他的手。香香继续游说：夫人回来吧，将军前几日说要接您，不知为何您没跟他走。那日后将军终日酗酒，不问战事，与主子关系越发恶劣，整个谢府都罩在阴霾里。香香瞥了眼君临，补充道：夫人，这人看着就像没钱的小白脸，您回来吧，我们好吃好喝供养您。君临危险地眯起眸子。你再说一遍。我说你是。眼见两人要起冲突，我急忙制止。香香，你不会回去的，我已找到愿携手一生之人。香香见我态度坚决，叹息离去。我与君临携手漫步长街，如寻常夫妻。落日西沉时，君临与我同坐桃树下，微风拂过，花瓣纷扬如雨。君临忽然问我：可知当年小哑巴在花灯前许了什么愿？我摇头，不知。我愿往后岁月皆与你共度。我不信神，但信你。你可愿做我一个人的神仙，实现这个愿望？落日余晖中，温柔细碎的吻落在我脸颊，我轻声应道：